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 KVK 终于结束了，我们来看一下1093、2377、2489还有 G5 的 KVK 表现怎么样。那这一次 MVP 的话，我觉得是俄罗斯父子跟海登吧，他们都是有在前3名，还有 BT 赛博也是，只不过他们都有共同点了，就是其中一个排行榜都没有他们名字，就比方说俄罗斯父子就不在击杀排行榜，他们这一次的击杀会少一点点啊。然后海登呢，就是阵亡排行榜就没有在前3 ，BT 赛博就是治疗没有在前3，我很难得看到 BT 赛博的治疗没有在前3，我也是差一点点罢了啊，排行在第4名。像俄罗斯父子跟击杀也是一样排在第4，但是阵亡的话，海登就没有阵亡这么多，比较起他们，所以这里可以稍微看一下他们这边的数据怎么样。其实因为这一次都是先锋级别的 KVK 啊，所以一般来讲他们的数据都不会相差太多，就比较起 A 王国 B 王国之类的。在 A 王国 B 王国比较容易出现断层的存在啊，这边会出现断层的时候呢，就是在阵亡的时候因为俄罗斯父子他们的战力真的是差太多了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这一次我的表现，我的治疗数量是多少。那我看了我自己的总体数据，我的击杀是比起我治疗少一点点啊，所以如果不计算阵亡的情况下呢，我的亏损其实也是一点点而已啦，没有到很多。但是如果加上阵亡的话，那就不一样了。然后击杀刚好排在第100名，他们后续应该还是有在继续打架，或者是有一些玩家去拿击杀积分之类的，所以有在提升啊。反正我后面是完全没有打了，在我们国王宣布说我们要撤退之后，我就完全没有再去打架了，基本上我都没有再登录那个账号了。所以剩下的就是其他人的数据表现到怎么样。然后我自己做的记录呢，我没有计算到阵亡啦，就是我只是计算治疗跟击杀。不过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，如果是真正有计算到阵亡的话，它的那个 DKP 应该是怎样算呢？我看了多数在前面排行榜呢都是1093、2377还有2489这几个王国而已，其他的王国就比较少出现了。唯一有出现的话就是很像 Itachi 啊，是在不同的王国不同的阵营嘛，最后就是阵亡了。阵亡就会看得很明显差很多，就俄罗斯父子阵亡是超级多，他们这一次也是掉了10亿战力，并且他这一次的记录是打破了之前最高的记录，也是他们自己创下的。就比方说你们可以看到 Mr. Hope 这边是109，沃莱恩这边是108，但是在他们之前的 KVK 的时候，沃莱恩是108，就是比上次多了一点点。然后 Mr. Hope 的话就是106，现在变成109了。这边你们可以做一下比较，这个是之前，那个之后的记录有提升一点点啦，并且刚好在那一场 KVK 呢也是有 BT 赛博的嘛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BT 赛博跟这一次的 KVK 比较起来，它的阵亡又是比上次还要更多了剩下还有阵亡比较多，就包括1093的其他玩家。这一次1093他招募了 BT 赛博跟那个伊德之后，就比较多玩家去帮他们阵亡部队啊去围旗帜了，像那 MP 也是阵亡挺多的。所以现在93就相当于他们除了人多之外，他们大佬现在也是逐渐慢慢变多了。之后那个 Peppa 也是会移民到他们的王国去嘛，还有招募了康康也是很舍得去阵亡部队的。不过大多数阵亡比较多的还是2489的这些玩家，这些全部都是那种围棋制的玩家。就比方说像 Avix 的账号就有好几个了，有些比较高战的，像98之前一开始的战力好像有3亿左右，都是这些大哥去阵亡部队啊。像以前的那种 KVK 就比较时常看到都是一些小号的名字啊，但是这一次的 KVK 比较多的情况都是用主账号，就是自己的账号去打旗帜、打要塞之类的，所以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名字全部都是主账号的，但是这个是小号来的啦不过如果是以往的 KVK 的话，其实阵亡的排行榜没有什么好看呢，这一次就比较特别一点了。除了有俄罗斯父子的关系之外呢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玩家之类的，所以现在只能说1093是变得越来越强啊，因为至少他们现在是找到一些大哥啊，可以帮他们去拆敌人的旗帜了。那当然呢，我们看了个人数据之后，也要看一下王国的数据究竟是怎么样的。那么为了方便大家查看呢，我
经是把这些数据全部都写去列表里面了。那么这个就是我所写下来各王国的 KVK 表现的数据啊，各位可以查看一下。如果是说治疗最多的话，其实是1093，但是1093那边有个问题啊，因为比较多的玩家他们都是用 T4，然后这边官方给的数据呢，就是它是计算数量而已，就是没有计算说哦你 T4多少分 T5多少分，因为如果是计算分数的话，其实会比较准确一点啊。假设说他这边治疗 T4比较多的话，但其实算下来93可能他们的战损比是赚的，不一定是亏的，你们不能根据这个数据这边的数目来做计算。如果是说击杀的话就是249，不过阵亡也是249比较多。至于 G5 阵营跟2377阵营比较起来，哪一个表现会比较好一点？像这边 G5 阵营算下来，他们总共是359亿的治疗，至于2377阵营的话就是337的治疗，就是说2377阵营这边治疗会比较少一点啦。击杀方面的话 G5 阵营的击杀是333亿，2377阵营呢就是327亿，就是他们的击杀会比较少一点点啦。阵亡这里总数加起来就是15亿，2377总数加起来就是16亿，2377这边会阵亡比较多，毕竟俄罗斯父子在这边嘛。如果是把这边总数加起来的话，数据比较高的都是在2489跟 G5 阵营这边，数据都会比较高一点，只是治疗这里2377 1093这里会比较多一点。不过还是那句啦，不确定他们究竟是治疗 T4还是 T5 啊，所以这边就有一个灰色地带。接下来就是玩家个人的数据，他们到底在这一次的 KVK 战损比相差多少？但是这边我要强调，我这边只是计算治疗跟击杀而已，如果算上阵亡的话，其实他们会更亏才对的。我这边只是算到治疗跟击杀前20的玩家几乎都是有赚的，就俄罗斯父子是比较亏一点的。像 Mr. Hope 这边的战损比就88，瓦莱耶的话就78，然后其他的多数都是100以上。像那个 DZZZ 在这个 KVK 表现是最奇怪的，他可以达到2倍的战损，我不知道他怎样打的。因为照理来说，他在这一次的 KVK 面对的敌人多数情况下都是面对到93，所以要么就是他时常去卖队友，不然就是他的操作真的是很好，否则很难打出这样子的报告。还有一些比较危险的，就比方说像巴黎队长 Toxic， 其他的就还好，但是我这边的计算方式算是比较仁慈了。如果是根据真正 DKP 的计算方式的话，你们就要看这个网站，就有显示给你们看他们的 DKP 到底多少，他们的战损比到底多少。多数情况下都是有赚啊， BT 赛博就连他阵亡这么多，他还是有赚的。但是来到了俄罗斯父子就不一样了，我这边的数据是写 Mr. Hope 88.97， 但是他在这个网站里面所显示他的战损比是 78.99， 因为有算上他的阵亡嘛。然后这一次阿玛阿 Z 不再是1:1战神呢，他这边还是有赚136的战损比。至于另外一个比较亏的就是俄罗斯的另外一个账号吧，瓦莱耶的账号也是挺亏的。那巴黎队长这边也是1:1哦，跟我算的差不多啦，接近，就只是相差一个阵亡部队的数量而已。当然各位也会好奇 Avix 的账号表现怎么样啊？像这边 Avix 的其中一个账号呢，就是也是1:1的战损。因为有很多情况下 Avix 的账号呢，他们都不是在追求击杀，而是在做东西啊，去围棋子那些之类的，所以他们战损比不一定是赚了。再加上1093的防守很强劲嘛，比较难打进去。不过正常玩家都是有赚击杀啦，都是1:1左右。所以俄罗斯父子的另外一个账号就是68.66%，这个就是超级亏的。那因为他的那个 KP 拿到比较少一点但是他的阵亡跟治疗比较多，所以他才会变成战损比较亏的情况。那如果你们问到在这一场 KVK 里面谁赚最多的话，我们就要从这里开始看了。因为这边多数都是一些农场账号之类的，就是拿去补兵用的，所以看到他们那个数据都是怪怪的。像那个玩家他是完全没有打架还是什么吗？我们看一些排行榜比较接近的吧，就比方说像这个玩家他就赚了2倍的战损，他的排行是排行在218，
赚了45亿的击杀，所以严格来讲，在这一场 KVK 里面战损比最好的就是这个 DayDC， 只是它排行榜比较后。如果是讲在排行比较前的玩家，就是这个 DZZZ， 他这个是最赚的，赚了196%的战损比。我是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打出来的，因为我跟93打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亏的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的无氪玩家波巴波帕，他这一次拿到的击杀也是挺多的，有74亿的击杀，比我打的还多。但是他的战损比居然是赚的，我也不懂他这个到底是怎样搞出来的。那另外一个排名比较高的就是这位玩家 HeyZoom， 获得了98亿的击杀，然后他的战损比是176%，排行在第34名。那接下来就是一些其他的玩家，你们可以自己大概看一下他们的战损比赚了多少。但是当战损比好呢，不见得你是一个好的玩家啦。在我看来，战损比糟糕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玩家。所以这边数据呢，我们可能要反着过来看了，就是看哪一些玩家的数据比较亏的。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，多数比较亏的都是一些农场账号，你们看那些排名都是比较靠很后期的，可能1000、2000左右的，所以这种我们就直接略过不看。我们看那些排名比较靠前面一点点的，就可能前100或者是前200左右的这种账号，我们来看一下谁的战损比是最亏的。我没有想到笔筒的战损比也是挺亏的，像这一次笔筒他才赚了23亿的击杀，然后他的战损比是53%而已。因为多数情况下笔筒他是没有在野战啊，他是都是在驻防的，但是不代表说笔筒是一个很糟糕的玩家，我是真的很尊重笔筒，很尊敬他的，因为他是真的全程都在做驻防而已。所以我就跟你们讲，你们不能以一个战损比来做玩家的衡量，就觉得说他是一个糟糕的玩家还是怎样。那这里数据看下来的话，感觉好像是笔筒这边的数据是比较靠前面一点的，就是他排行在454嘛，那多数都是一些农场账号，像那个玩家也是挺亏的，但是他赚到的战损比没有这么多。另外一个就是这位玩家 Baronita， 他这个战损比也是挺亏的，因为可以看到他这边赚到的击杀都有25亿嘛，但是他的战损比就只有56.37%，至于他做了什么东西我就不太清楚啊，因为我跟他不是在同一个王国，我不太认识他。另外一个数据比较靠前，战损比比较亏损的就是wow莱彦俄罗斯父子啊，他这个战损比只有68%，可以看到他的击杀、阵亡、治疗全部都是很多的，就是他比较起一般的玩家贡献更多，但是他的战损比很差了。但是我不觉得俄罗斯父子他们是一个糟糕的玩家，他们已经是很努力了。假设没有俄罗斯父子的话，估计2377要赢下这一场 KVK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。剩下的其他玩家你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网站去稍微搜索一下，因为你们要计算一下这一场 KVK 里面到底有多少位玩家，然后还有看他的那个击杀拿到了多少，又或者是像 Mr. Hope 他这边排行比较高，然后他击杀比较多的，这种也是正常玩家，所以可以看一下他的亏损究竟有多少。像这个叫 Violet 这个玩家也是获得35亿的击杀，战损比就80%，那么大概是这样子啊。以上就是这一场 KVK 的数据啦，终于圆满落幕了。不过有人预计说下一次 KVK 应该会更加刺激啊，因为可以看到这一次1365王国他们本来是有报名 KVK 的，但是报名失败了。1875王国他们本来也是有报名啊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但是听说有一些2377的玩家他们会来1875啊，所以相信1875可能会跳过下一次的 KVK， 除非是说1093、2489他们想要就是马上遇到他们啊，所以有可能也是会在下一次马上报名 KVK 也说不定。不过下一次就没有118他们是已经成功报名了。还有3308王国也是没有报名成功，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要搞事情，要弄一场史诗级的 KVK 给我们观看的话，最好这几个王国在下一次同一个时间报名。但是我觉得某一些先锋王国应该还是会错开，而且不知道下一次有没有那个16小时的限制。如果下一次还是有16小时限制的话，可能出来的表现会不太一样吧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数
据之后觉得怎么样呢？而且你们期不期待下一次的先锋超级对决呢？如果下一次 KVK 报名的话，很大可能2489跟1093又会再次碰面呢。所以2489的玩家做好心理准备啊！当然，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